2016年，当川普还在竞选美国总统时，他就承诺选上以后会努力的推翻堕胎权。而在他卸任1年多以后，这个政见居然真的实现了。美国人以后就要失去堕胎的权利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堕胎权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年的5月初，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机密文件外流。这份文件是一位大法官的意见书草稿，他想要推翻1973年就通过的罗诉韦德案。罗诉韦德案主张美国宪法有保障女性的堕胎权。如果罗诉韦德案真的被推翻，那美国的堕胎权就不再受到宪法保障。而消息披露之后，自由派在全美各地发起了游行抗议，认为这是对于女性自主权的不尊重。而保守派则是认为呢，这是一大胜利，而背后的功臣则是前总统川普。而在美国时间6月24日，也就是上周五，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4决议推翻已经有将近50年历史的罗诉韦德案。究竟川普都卸任了，他是怎么影响到这件事情的？法案推翻之后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今天的这一期就让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大家有想要带水壶出门却因为包包塞不下而放弃的经验吗？你可以考虑这款能够卷起来塞进口袋的 Potto 口袋水壶，让你随时想喝就喝，外出带水时呢，能够有更轻松减速的选择。水壶的重量只有3只钥匙那么重，而瓶身的体积呢，也可以随着需求变大变小。对喜欢背小包包或是不太喜欢带太多东西出门的人来说，超级方便。而且水壶内部呢，可以翻出来清醒，使用上面呢，也不用担心发霉啊、发臭，有弹性的材质，不怕摔，很适合呢会手滑的朋友使用。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网址了解一下吧。近年来，有越来越多人认为，在一定的怀孕周期内能够安全合法的堕胎是重要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就被称之为是堕胎权。美国的宪法当中并没有直接的提到堕胎的权利。1789年后通过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面第一部成文宪法。那虽然后来还陆续增加了27项修正案，但无论是宪法的本文跟后来的修正条文都没有直接提到堕胎权。不过，在美国的制度当中，除了宪法本文跟修正案之外，还有一种方式有类似于宪法的效力，那就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当一些案子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如何裁决，就会影响相关的法案要如何处理。概念上类似台湾或以前的大法官解释，或是现在的宪法法庭。而这一次推翻的罗诉韦德案呢，是1973年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1970年，德州妇女麦考维因为意外怀孕而想要堕胎，但是当时的这个德州法律并不允许。后来经由律师帮助，麦考维用化名罗向德州提起诉讼，而代表德州的呢，则是地方检察官韦德。而这个案子呢，就由两造双方的名字命名为罗诉韦德案。1973年，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认为德州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保障的隐私权。妇女呢，在怀孕的12周以内拥有绝对的堕胎权，在怀孕28周内时呢，则可以有条件的堕胎。而除了德州以外，各州也得去按照罗诉韦德案去修改这个堕胎的相关法案。之后将近50年里面，罗诉韦德案就是美国宪法保障堕胎权的代名词。在美国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人呢，认为应该要放宽堕胎的限制。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在1970到2010年之间放宽了堕胎的限制。而最近几年，就连一向最反对堕胎的天主教国家，也都开始立法保障堕胎权。例如，2018年爱尔兰举行公投，结果有66% 的爱尔兰人同意修宪，让堕胎合法化。2020年，阿根廷的参议院通过了堕胎合法化。而在去年2021年这个墨西哥最高法院也将堕胎合法化。今年的2月，哥伦比亚的这个宪法法庭宣布，怀孕24周以内的堕胎都是合法的。这也代表着堕胎权逐渐获得了各国民众认可。这样的趋势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堕胎权是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一部分，女性有权利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不过，美国却跟很多的国家改变的方向不同，推翻了堕胎权的宪法保证。而这个事件的原因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保守派的大法官变多了。
在美国的制度当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推翻过去的判例。例如1954年，美国大法官呢就判定种族隔离的相关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保障的平等权，进一步推动美国逐步的废除各项具有种族歧视的法律。而这几位影响力很大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经由参议院同意而任命，而任期呢则是无限，除非自愿退休，不然可以当到过世为止。因此，最高法院大法官呢就会是各方的党派他们角逐长期影响力的地方。为了要确保大法官的席次，民主党跟共和党在执政的时候会劝说比较年长的大法官退休，然后呢就可以提名自己党派支持的人选。一般来说，民主党会提名自由派的大法官，而共和党则是会提名保守派的大法官。之前蛮长一段的时间里面，最高法院的比例蛮固定的，自由派的大法官4位，保守派的大法官5位。不过有一位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呢，有时会跑票，所以呢两边算是维持平衡，没有哪边特别强势。而这个平衡则是在川普执政的时候被打破，有一名自由派的大法官过世所以川普把握机会，硬是在卸任之前多提名了1位保守派的大法官。而新的大法官比例呢，变成了保守派6位，自由派3位，保守派占了绝对多数，导致这一次推翻罗诉韦德案的结果。保守派的大法官认为呢，堕胎权的概念是在20世纪晚期才出现的。美国宪法本文当中并没有说人民拥有堕胎权，而是从隐私权的角度延伸解释，让它涵盖了女性的堕胎权。他们认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应该专注在宪法的原意，而不是延伸解释宪法。要不要允许堕胎这个决定，应该要回到各州政府跟议员来决定。此外，保守派的大法官也认为呢，由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决由上而下的强推这个争论了几十年都还没有共识的议题，要大家接受这样子的判决，对于凝聚共识没有什么帮助，反而还可能火上加油，加剧国内的冲突。因此，他们认为1973年的裁决并不恰当，决议推翻罗诉韦德案。那现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后，美国人还可以堕胎吗？虽然罗诉韦德案已经被大法官的判决给推翻了，但并不代表美国全面的禁止堕胎，而是把决定权交还给各州自行立法决定。民主党执政的州因为偏自由派，所以大概呢都还是可以堕胎，但共和党执政州因为偏保守派，可能就会限制重重。目前已经有13个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会在30天之内生效，而其中有些规定严苛的州，例如肯塔基州，就算是因为强暴或者乱伦而怀孕，也都不可以堕胎。那如果居住的州堕胎不合法，当然还是可以跑去其他州堕胎。不过，这对于经济弱势的女性来说，如果还得跑去更远的地方去堕胎，经济负担只会越来越沉重。就算生下来了，孩童也不一定能够获得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且，就算他们还是毅然决然要堕胎，很有可能呢会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从许多过去的案例来看，禁止堕胎并不会真的减少堕胎的需求，只是会让堕胎地下化。可能呢是医生冒着被判刑的风险执行，甚至是由密医来执行。再加上由于缺乏政府的监管执行堕胎的场所也未必卫生安全，怀孕堕胎呢，他们的风险就会提高很多。而除了关心堕胎权本身的影响之外，也有人担心保守的风气很有可能会延伸到其他的议题上。目前美国也有不少人忧虑罗诉韦德案都被推翻了，那婚姻平权可能是下一个目标。这是因为目前的婚姻平权在美国的宪法基础同样也是最高法院的判例，这跟堕胎权的处境是一样的。既然保守派占据了大法官的多数，而且也成功的推翻掉了堕胎权，那理论上面美国的婚姻平权也是有可能被保守派推翻的。保守派的大法官汤马斯在大法官的意见书当中呢，就明确写到，避孕、同性性行为跟同性婚姻其实也都应该要重新考虑。除此之外呢，也有人认为这次推翻罗诉韦德案，说不定会让川普卷土重来，让自由派遭受到更多的冲击。目前川普已经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大功臣，他只要想办法获得中间选民的选票，就有机会再次挑战总统的宝座。如果2024年川普真的当选，那或许会实行更多有利于保守派的政策也说不定。最后，美国的法律走向常常是许多国家法律调整方向的重要参考。如果连美国自己都推翻了堕胎权，许多跟着美国走的中南美洲国家很有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固定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所有的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研究完这个议题之后，我们是觉得
得，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一次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决，或许某种程度上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1973年的判决可能是超出了宪法的框架。如果美国人认为堕胎权利应该要好好保障，或许透过修宪的方式把这个权利纳入宪法保障，可能是会更符合这个美国宪法框架的做法。不过在实务上，虽然可以跨州就医或者迁徙到其他的州，但是对于经济弱势的女性来说，这些大概都很难成为一种选择。在大规模限制堕胎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会漏接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让他们掉进呢这个更弱势的社会处境，而这大概也是许多人最担心的一部分。而至于美国堕胎权益的倒退，是不是就会连带影响到其他国家？这个我们倒是觉得不一定，毕竟每个国家制度都不太一样，而且各国在堕胎议题上面的讨论脉络都不同，所以我们很难说其他国家就一定会跟着有变化。那台湾的状况呢？虽然刑法当中仍然有堕胎罪存在，但还有一个优生保健法有一些例外的条件允许堕胎，而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台湾是少数几个国家允许妇女用怀孕可能影响心理健康或是家庭生活的理由来堕胎的。只不过这个堕胎的决定需要夫妻双方都同意，而这个医师呢才能够进行手术。而这个部分，女生能不能自己决定要不要堕胎，刚好就是今年优生保健法预计要修法的地方。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深入的讨论美国状况，所以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补充。那关于堕胎权正反方的说法呢，以及台湾今年预计要修法的讨论，我们之后也预计会另外做一集来谈谈，就请大家再多等等了。那今天最后我们想问大家，你觉得我们应该要保障堕胎权吗？应该有堕胎权是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一种展现，应该要给予保障，比不应该有胎儿的这个生命权也很重要，不能够随意伤害。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像美国一样，交由民意去决定，同意的多呢就保障，不同意的多就禁止。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国堕胎法案被推翻了。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我们之前讨论的波兰堕胎权益线索，以及堕胎是不是一种罪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